佛法的目的就是教导人在这个娑婆世界充满了苦恼、充满了这个苦的世界里面，怎么样来活出他的尊严，来活出他的幸福跟快乐。欢迎收听菩提麻瓜，我是小编阿若，我是林世敏林老师。我们在节目开始前，先跟大家聊个天，轻松聊个天一下，聊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定位我们这个节目呢，是想要初学佛的人，或是完全不懂佛法的一般人， just like 我，就是像我小编我一样，就是我其实不是佛教徒，那我未来预计也不一定会成为佛教徒，我只是来这边跟老师聊聊天。对，那我们希望大家能用轻松的方式能理解佛法，这样。是，小编阿若呢讲得非常的好。那么呢，我也常常自己觉得有点奇怪了，说81岁了今年82岁了，干嘛呢？还要这个强出头。这句话什么意思？因为佛门里面的高僧大德太多了，这种有关佛教的节目也非常的多，其实是轮不到我呢，来多字一嘴了。不过呢，我是认为说呢，毕竟还是有很多人，那他跟我有缘，对不对？所以我就把我从12岁开始学佛，亲近佛教，一直到今天呢，刚好满了70年。我的所见所闻，我所思所想，那么呢，把它说出来，来跟很多有缘的师长、学生或是朋友来做个参考，也算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了。对。那老师就会分享他自己的一些所见所闻啊，或是关于佛法的见解跟大家分享，这样也并不是一定要大家觉得我们讲的就是对的，不一定啊，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讲错的部分啊，大家都是人啊，也会有讲错的部分。那如果有观众有提出的话，我们会修正。是，这个古人常讲呢，是非都只因多开口了，多说呢就会多错。但是呢，不能说因为多说就会多错就不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比较喜欢打抱不平，尤其对于佛门很多不合理的事情呢，我也喜欢呢来讲来说。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呢，我呢不敢呢说呢去多批评别人，或是呢自己炫耀自己呢多有修行，或是说呢我所说的都一定对。我再重复一遍，这是一种分享，这是把我在佛教里面所得到的好处，我呢蒙受呢这样的启发教导，也把它提供出来，让很多的有缘的学生或是朋友们，大家也一起呢能够同沾法益。套一句佛门的这些话呢，就是一起来品尝佛法的这些呢美味。是对，因为最近那个 YouTube 上有比较多人观看，那非常的感谢。然后所有的 YT 或是 Podcast 的留言，其实我和老师都会看，这样，所以因此就发现好像有很多人对我们这个节目有点误解，所以我们特此就是出来说一下，这样跟大家聊个天，聊一下这样。我在这个本来是抱着说呢一种呢消遣聊天，但是我后来发现呢谈这个佛教的这些道理，那么就不能够在态度上呢就太随便，这样是不行的。可是我个人呢就比较不希望也不喜欢那种拘束所以因此呢在谈天说地，那么谈禅论佛之间呢，有时候难免会比较不庄重，但这并不是我对佛教的不尊敬，也不是说我对佛法呢有些哪些呢比较呢好像轻慢，并没有这样的意思。不过说到这点，虽然我自己也没有因为我是外行人嘛，所以可能大家对于我讲出来的话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人怎么问这样子的问题，这不是就是学佛人应该要懂的东西吗？但老实说我就是真的不懂啦。
我们这个视频前面这些好朋友、好师长们呢，一定能够体谅我们呢做这个节目的诚意，那么我们的用心，对不对？如果有一些疏忽的话，我想大家也会包容，也会担待一些。是，希望大家能担待我这个佛教外行人会发出的一些奇怪的言论，这样。好 ，OK，对，就这样子。那也希望未来各位听众能用关爱的心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谢谢我们的内容，这样。是我们想说呢，在我们那个订阅的人满1万人的时候，现在已经6000多了，我们将会有一个呢，真的面对面的来沟通啊，面对面的让大家呢有什么问题来提问，对不对？我们一起喝茶、喝咖啡，期待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见面。对。那因为有些人听了节目之后，可能会想要来私底下问老师一些问题。我们当然很欢迎啊，但是因为老师目前年纪有点大了，所以目前都是以线上问答为主，就是可能寻找我们的 IG 会有小编这边管理，然后我们再跟老师讨论看看这样。是非得已，非常的抱歉。对。那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当然希望可以的话是能有现场的OK 的场所，期待可能会有计划要这么做，但是还不一定，还再看看这样。期待喜相逢。好，那我们就聊到这里。心欢喜，念知阿弥陀佛。欢迎收听菩提麻瓜。那本次的主题是：身处在娑婆世界，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福？娑婆也就是泛指这个世间，但是佛教应该会有不同的定义啦。我讲娑婆比较像是一般人对于娑婆这个词的定义。常听到学佛人说，娑婆是五浊恶世，充满着烦恼和痛苦。娑婆世界呢，在佛教里边呢，它呢是这个一个佛的教化区了，叫娑婆世界。如果再用另外一个佛教的术语来讲，就是所谓的包含了一个3000大千世界的。那么刚刚讲到了，在佛典里面呢，确实也讲到说，我们这个是一个觉浊啦，那么见浊啦，烦恼浊、众生浊啦，命浊，这所谓的五浊的恶世里边呢。那么娑婆是一个印度话，我们知道翻译成中文叫堪忍，就活在这儿呢，众生呢都还能忍耐，能够苦中作乐了。虽然这是一个不好的世界但是众生呢，有时候还能够活得蛮自在的。那么这里我要先告诉我们这个各位师长、各位学佛的朋友啦。那么佛教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充满了很多的烦恼痛苦。有一点我们必须要先了解的，这些烦恼跟痛苦并不是佛教带来的，也不是故意佛呢故意安排我们众生生活在这样一个好像不很完美不很快乐的世界里边。佛教呢只是客观的说呢，因为住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呢，都是还没有觉悟、还没有解脱的众生，所以他们的身上呢，他们的心中呢，贪嗔痴的那个根呢都没有断。有贪嗔痴，世界就不会真正的和平，人心也不会真正的呢非常的平坦，那么这个社会也不会真正的安宁了。所以我们晓得佛教呢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充满了烦恼痛苦，这是佛来提醒我们大家，就客观的这个事实呢来提醒，不是佛来诅咒我们，或是要我们大家要认命，不是这个意思。你晓得娑婆世界我们刚刚讲到它是一个佛的教化区，也就是说呢，每一尊佛他们呢都发愿说要在每一个娑婆世界，我们知道宇宙间的娑婆世界太多了，几千万亿数不尽数不清的了。那么这些娑婆世界呢，虽然充满了苦恼，可是所幸都有佛来发心发愿来呢教导来教化我们。那么娑婆世界
如果这里面的世界里面有地狱、恶鬼、畜生，也有天人，他们很享乐的，还有我们的人类，对不对？那么呢，大家可能料想不到，佛还劝告我们，除了说不要到地狱、恶鬼、畜生以外，佛呢竟然还劝告我们不要升到天上去，不要变成天人吗？对对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地狱呢太苦，畜生太笨，恶鬼连饭都没得吃，那怎么去学佛呢？对不对？那天人呢又太过享乐了。你知道我们这个天人28天的天人呢，有的人他们过的一天就是我们人间的50年，那是最短的。有的呢，他们的一天就是我们的1万年、10万年。所以你想想看，他们没有生老病死，所以呢，看起来好像人都长寿永生，他哪会想到学佛？你不信吗？你看古代的帝王，呢都是重情的，重情享乐。为什么？因为他权势在手，他的认为说呢，这是他的富贵的命，他呢不得好好的享受，他更待何时呢？所以呢，天人呢因为太过于享乐，所以不想去学佛，所以佛呢才认为说，所有的众生如果想要离苦得乐，学佛悟道一定要在人间。这佛教呢可以讲说是一个人本主义者了。人本就是以人作为宇宙众生的根本，那以世界来讲起来，也是以我们这娑婆世界，他认为呢才是修行的好地方。我们过去曾经打过比方呢，说像那个污泥呢，污泥很脏，那就像呢娑婆世界，可是它那个圣洁的莲花，就是比喻开悟的佛跟菩萨，它这个莲花呢，它一定要生长在这个污泥中，就好像所有的悟道者，包括佛跟菩萨，都要在污泥中吸取那个养分，才能够呢慢慢的呢绽放出那种呢芳香高贵圣洁的莲花来。每尊佛离开众生就没有所谓修行了，没有众生修行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众生跟佛是一体的，是绑在一块的。娑婆世界它的苦，它的烦恼，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刚刚讲过了，不是佛带来的。那么佛勉励而且提醒我们，每一个众生要珍惜在娑婆世界，尤其是当人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因为人能够耐得住苦，能够吃得进苦，有决心，有毅力，还有智慧，能够了解佛法，能够去了解宇宙人生的道理，这样子才有离苦得乐的一天了。所以其他的什么天人道、恶鬼道、畜生道，他们就是要一直怎么讲，修行到轮回成人，然后再修行成佛。对，所以佛家才有所谓的人生难得，所谓的佛法难闻。因为在别的世界里面，就算有佛法，你听不懂也没有用。你晓得这些佛法本来是存在天地间的，不是佛去创造的，佛去发现了他们。佛发现他们，他是以人的角色去发现。那我们今天以人的角色来听闻佛法，我们只要按照佛这样子去体悟、去修行，有一天我们也可以跟佛一样，变成一个解脱自在的人。做人除了修行成佛这个最大的好处以外，还有什么好呢？一个人从发心学佛到他最后成佛，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啊。以佛教来讲是一世一世一世，这是累世的。我们佛教叫世世常行菩萨道，菩萨道就是自利利他啦，自己修行，而且时时刻刻也去提醒别人，去度化别人，这种呢志业，这样的过程，这样的工作，我们称它叫菩萨道了。那我们晓得我们在人间虽然看起来很苦，可是呢我们讲过了，
我们这个世界娑婆世界叫堪忍，我们耐得住，这个耐得住很重要。如果耐不住的话，那就投降了，那整个就放弃了。当然有很多呢心性比较脆弱的人，他们选择了自我了断，甚至于逃避消极的道路。可是大部分的人还是会努力活下去。对，他们会勇敢的活下去。比如说我来讲，虽然我的爸爸妈妈走了，我的阿公阿嬷也走了，我有很多亲近的这些师长跟朋友都走了，可是我曾经跟他们和乐的相处在一起，我也曾经享受跟他们相聚在一起的亲情友爱。所以如果有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每一个众生在这个娑婆世界，其实你只要留心一点，你就会发现你时时刻刻可以享受到亲情，时时刻刻也可以享受到友爱。但是我们大部分都为了争逐名利，为了呢去追求心外的东西，而忽略了很多呢我们垂手可得的，或是呢他们本来就是呢在我们左右的这些好朋友好师长。因此我们如果听到了比如说我们这个视频，晓得做人虽然短暂，虽然充满了烦恼，可是你只要用心，你只要多看佛典，多体会这佛的道理，就晓得在娑婆世界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学佛成佛一定要在人间，诸佛过去几千万亿的佛，他们都是在人间成佛的。在人间怎么样成佛呢？在人间观察娑婆世界的烦恼从哪里来的，那么人做一个人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些烦恼？对娑婆世界没有什么好跟不好，在娑婆世界里面继续为非作歹，在娑婆世界里面每天呢浑浑噩噩的过日子，那这个娑婆世界就是一个堕落的世界了。老师，那因为我们之前有录过无我嘛，所以我们知道佛教的主张是就是没有任何一个真实的我。那这样的话，在这个娑婆世界努力成佛还有意义吗？ OK， 我想这是很多的我们菩提毛膏的朋友们所关心的，也不一定的啊。我现在来打一个比方来说了，我这一生呢，我从20几岁呢就开车，一直开到我76岁，我前后呢开过12部的车子。我现在就拿车子来做比喻，这个车子呢它是很多的零件，超过1000这样的零件是组成的。那我们呢，就像我们人在心经里面讲的五蕴，5种元素呢组成人的身心生命。那这些呢零件呢单独的看起来呢它都没有什么用处，可是聚合在一起的话呢，它可以带我们呢上山呢下海。当然了，也有一些车子可以像船一样可以浮的了那么呢它可以带我们到处去旅行。但是呢我们不能讲说这个车子是由零件组成的，所以呢它只是一堆的废铁，它只是一堆的废物。就像人是由五蕴呢去组成的，而五蕴的是皆空，所以人的生命也没有用。佛教可没有这样讲，佛教只是呢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每一个众生所执着以为真实实有的身心生命，其实呢它是很多的因缘条件聚合在一起的。就好像氢氧呢化合它可以成为水，那么阴阳电呢触弄在一起，它可以打雷，它可以闪光。人来到这个世界，五蕴聚合的假的这个生命，你知道它可以做多少事情吗？它可以服务人群，它可以去报效国家，它可以去做义工，它可以去做禅师教人家打坐，它可以呢做一个作曲家，可以写很多的曲子。生命它到底是虚幻还是真实的，完全在众生自己的觉悟。虽然是五蕴的这样的生命，可这五蕴的生命
在这个虚幻的娑婆世界里边，他可以发光发热的。就像佛，他也知道他在人间的寿命只有80岁，可是他呢悟道以后，他有没有说45岁他悟道以后，他就认为人生虚幻，人生没有意义，生命是空的，所以他觉悟以后，他就选择自杀，或者他就选择呢逍遥自在，去喝酒，每天呢他们呢无聊的作乐。也是啦，没有，人家还是积极的向上。对，弘法立身45年。释迦佛没有这样做，释迦佛他选择了他弘法度生之旅，他一直到80岁还在恒河两岸，一刻都没有等闲，一刻都没有偷懒，他来度众生，他来说佛法。这一点呢，给我们一种启示，就是说人要先认识自己在无常的人生，无常的这样子的变动，时刻都在变动的宇宙的这种世界里面，我们站在那个时空的交汇点，我们要怎么样去自处？我们要才能让自己能够站在那个角度，站对那个角度，站对那个位置，而让自己有所作为。我想呢，这是佛法呢，佛教修行的目的了。人生虽然如幻的，世界虽然是沉住坏空的，但是呢，每一个人如果能够清醒的认识，能够真正的觉悟，就能够把握自己的生命，让自己的生命能够为自己的生命充实，能够去为别人的觉醒而去奉献自己的努力。所以我刚刚讲过了，这个车子虽然是很多零件组成的，它也是没有实体的，但是这个车子它可以帮助我们游山玩水，它可以帮助我们从南到北。像我呢，最近呢应邀呢，到看山咖啡啦，到台北到嘉义去演讲的时候呢，这个车子它呢就载着我驰骋在这个乡间小道，驰骋在这个高速公路上，让我呢饱览宝岛台湾这么美丽的锦绣山河。同样的，一个佛教徒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绝对不是消极悲观的，透过自己的努力，透过自己的觉悟，认清了人生的意义，认清了生命的价值。他晓得人跟人之间同出一源，本来就同根生的。那么晓得呢，佛法的法轮必须要靠大家一起来推动的，必须要靠大家一起来努力的。这个都要善用自己的有用之身，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4大假合的身体，不要以为这人生非常的苦短，而在这边就消极，就悲观，就放弃了。老师，我记得佛法有分成体相用嘛，那个部分是什么意思？好，我记得我第一次到那个台中呢，李炳南老师那边的话，他的14讲表里边呢，有一章呢就提到了诸法3分，法就是宇宙间有形无形、具体跟抽象的万事万物都叫做法。这所有的法就是心经里面讲的诸法那2个字，诸就众多，一切的意思，一切法。而那每一个法都可以分成3个部分来看，来讨论3个层面。一个是体，它的本体；另外一个是呢相，相就是它的现象、它的面貌、它的样貌。再来用，就是呢它有什么作用，它有什么妙用，这样子。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所以我刚刚讲到汽车，这个汽车呢它是零件组成的，所以体呢一定是空的，叫体空。体空啊，对，那相呢？同样眼镜，同样的轮胎，怎么？可是你挂上不同的厂牌，透过不同的设计，就有福特，就有 Toyota， 就有 Benz， 对不对？那么就有什么呢？保时捷。所以那个相呢，那个路上的车子啊，哇，每一辆看起来外表都不一样，那就是相。他们体现出不同的相。对，他们的体都是空的，而他们的相也是假的。就什么样公司出产的厂牌啦，佛法常常呢注重在讲到这2个所谓的诸法空相，这个
讲到《金刚经》里面，我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以后有机会再讨论。这个呢，都是讲到它的体是空的。佛法第二个也非常认真的讲，就是相是假的。在相的话，它就有不同的相哦。譬如同样的林世敏，我年轻的那时候少年的我，中年的叫中年的我，那么年老的时候又叫呢年老的我。我们过去讲到那个电影明星，他可以演乞丐、演国王、演奸臣、演士兵，所以这样讲起来，相是可以随时变化的。比如说我这个拳头吧，这个叫拳头，这个叫手掌，这个叫手枪，这个叫做最后的敬陪末座，像类似像这种呢。所以我们知道体是空，相是假，佛教强调这两个。所以呢，常常被人家误会佛教消极悲观。其实佛法在讲诸法，它除了讲这两个以外，还讲到了所谓的用处的用。我们佛教没有去注重到这个区块，我们这个菩提麻瓜就有意无意的想要来强调注重这个用啦。水，同样的水它的用处是不同的。当它是液体的时候，可以潜水，可以来喝；它是结冰的时候，可以来溜冰。你不要它是结成冰的时候，你来跳水，那你不是在撞的那个脑震荡了吗？有没有？它呢变成了水蒸气的时候，你飞机耶，才可以飞啊。所以我们从这里了解了佛法，我们知道用智慧般若的眼光来看诸法。我们晓得它是空相，真空实相，这是一个事实，客观的事实。可是我们众生要怎么样在真空实相之间，在这个真空实相的娑婆世界，在真空实相的3000大千世界里面，我们做一个人要怎么样来善用它们？今天佛法也是体也是空的，相也是假的，佛法也没有例外啊，对不对？可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善用它，去利用它？同样的盐巴是盐水做成的，所以相也是假的，体也是空的。但是盐巴呢，你看看炒菜的时候可以加一点盐来增加美味。我当兵的时候，在入每个营门，就是我们的那个睡觉的营区啊，进口处都有放着盐巴。为什么？去操作的时候，如果是中暑的话，就需要一点盐水。就像我们现在急诊室里面有那个生理食盐水，这个盐水有时候还可以救我们的命呢。它不只是炒菜用，它还可以来救我们的命。所以我们晓得天地万法，包括佛法在内，我们单单知道它的体空相假还不够，一定要多花一点心思来讲说，这样的一个万法要怎么样才能够对众生有益，要怎么样去解释，怎么样去弘扬，才能够对佛法的传世不朽、永续经营有帮助。就是理解的这个观念之后要怎么运用就对了，不要只停留在理解这个观念，不要只是去解释它，不要只是去分析它。佛法有时候解释分析它是让众生来了解，可是了解以后不会用的人，等于白学了，等于没有用了。所以简单的说，我们在娑婆世界里面修行成佛，那个成佛就是最终的目标，这样是。可是听起来大家会觉得比较抽象，而且好像比较有很严重的样子。其实佛法的目的就是教导人在这个娑婆世界充满了苦恼、充满了这个苦的世界里面，怎么样来活出他的尊严，来活出他的幸福跟快乐。这就是佛教的主要的目的。佛法在世间就是为了这样子而存在的。那么你要说最后呢，他能够活出幸福快乐，你要说他是叫成佛也罢，你说他是涅槃也好，可是那个呢不是佛教徒，他就听不懂。你佛法在帮助我们解除烦恼，
让我们的减轻痛苦，最后自己能够在娑婆世界里边也能够游刃有余，能够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对不对？有佛法就有办法，不是现在常有一个广告词吗？对不对？有佛法，心里就有谱。因为什么？有智慧，智慧像灯光，有灯光，黑暗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呢存在了。所以涅槃也只是一个名词的像而已。对，没有。你刚刚讲的很好。真正的觉悟解脱是远离了文字相的，言语文字都不能够形容。以前不是举例吗？像火，你写的火写的再漂亮，你解释的再清楚，那个火字没有办法来烧东西，来烧东西，来引燃任何的东西。不要执着于这个表象的东西。对，那佛法是没有办法的，不透过语言文字也没有办法。所以先讲给你听，自己用。就要靠自己有智慧了，没有智慧的人永远停留在那边，他永远不能受用，就是他永远不能够离开来解除他的烦恼跟痛苦。OK， 好，那我们这集就差不多录到这里。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会很多，对不对？你要常常听，听多了，听久了以后，可能可以你自己从里面。你去体会的更多了，你一定有办法的，不要呢妄自菲薄，不要灰心我81岁，你才18岁，你怕你将来不会成功，不会真正有大彻大悟的一天吗？祝福你，谢谢大家。好，谢谢林老师，谢谢。那我们下期再见，谢谢，拜拜。大千世界与恒沙，我就在乎脚踩这寸土。时光奔流不息如长河，我只把握当下一刹那。大千世界与恒沙，我就在乎脚踩这寸土。时光奔流不息如长河，我只把握当下一刹那。万劫轮回，珍惜今世投人间。生死相许，善永现前无云深。佛法传世漫漫3000年，自觉觉他不离世间觉，珍惜今世投人间。善有现前无云深，佛法传世漫漫3000年，自觉觉他不离世间觉，珍惜今世投